当得知香港再获赠一对大熊猫，当地网友的小心思再也藏不住了。因为昨天是香港回归27周年的大喜日子，咱妈决定再给孩子赠送一对大熊猫。藉住7·1好日子，我再喺呢度宣布一項好消息：香港呢個大家庭好快就迎來2位新成員，一對大熊貓。果然，咱妈对待自家孩子就是大方。而香港网友听说这个好消息后彻底疯狂，直接在评论区许愿希望福宝来香港。四川网友不乐意了，立马拒绝不行。而后香港网友又提出想要花花，好家伙，一开口把人家局长撸去了。四川网友气得骂骂咧咧，哪有一开口就要我们局长的？要知道花花自从升任局长，待遇那可是直线上升，如今更是喜提空调办公室，再也不用顶着高温坚持营业了，并且室内还新修了摇摇船，花菊坐在上边吃笋笋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甚至地上还模拟野外弄了泥土和枯叶，只为让姐妹俩在室内也能玩得开心。或许是不好意思再打搅花菊的生活，香港网友表示，要不还是我们小奇迹吧。对此，四川网友呵呵一笑，再选就给你们送200只峨眉山猫了。这下香港网友哭唧唧以老实求放过。但其实不论咱妈送哪只大熊猫，宝贝们都绝对能得到很好的照顾。先前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时候，咱妈就送了对大熊猫乐乐和莹莹。香港为表感激，成立了保育基金，鼓励机构和市民踊跃捐款，所得资金则用于资助国内大熊猫保护机构。可以说，咱妈和香港完全是双向奔赴，而莹莹乐乐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。两熊不仅有专属社交账号，并且还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拥有豪华别院，场地内有山有水有瀑布，供两熊玩耍。就是说这条件两脚兽看了都羡慕。而泡面头奶爸的爱更是无微不至，端午节会给两熊做家乡粽子吃，还会趁熊孩子吃饭时给他们按摩。很想说放开那个熊猫让我来。虽然莹莹手里正攥着笋笋卡卡炫，可奶爸却还要往闺女手里再塞一根，生动诠释有种饿叫奶爸觉得你饿。当闭园天没有游客参观的时候，奶爸也会把乐乐莹莹放出来遛遛弯。虽然乐乐是个正儿八经的男子汉，但他特别喜爱柠檬或薰衣草味的毛巾，每次都要使劲往脸上或身上蹭啊蹭。或许这就是他能保持白净的原因吧。相信不管是哪对熊孩子来到香港，都能得到妥善安排和有爱的饲养员。茶饭不思想妈妈抱着玩偶躲在角落，大熊猫福多多懂事的有多让人心疼。福多多作为21届太阳产房的独苗，自出生起就集奶妈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而祈福更是毫无保留地把爱给了孩子。祈福妈妈经常把宝贝闺女抱在怀里，疯狂表达爱意，怎么亲亲贴贴都不够，还会让多多体验肚皮摇摇船的快乐。在妈妈身边，福多多总是活泼快乐的。当祈福惬意地躺在吊床上晒太阳时，多多蹦跶到妈妈身边跟她打打闹闹。害怕宝贝掉下去的祈福则伸腿将她护住，真的很想将时间永远定格在这一刻，这样多多就一直是有妈妈疼爱的宝贝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在福多多7个月大的时候，祈福因子宫感染引发脓毒败血症离世。年幼的福多多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最爱自己的妈妈突然消失了。从前活泼调皮的她开始变得沉默寡言，经常不顾危险爬上3米高的树独自坐着。看着多多的变化，奶爸奶妈心疼万分，便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熊玩偶。小家伙最喜欢抱着玩偶躲在角落里玩耍，像祈福妈妈抱着自己一样紧紧搂在怀里。虽然熊熊不会说话，不会表达情绪，但能真切感受到他有多想念最爱的妈妈。经过多天商议后，福多多被送到月亮产房，和干妈雅丽以及雅颂妹妹一起生活。刚来到陌生环境的福多多非常拘谨，害怕对方不喜欢自己，根本不敢靠近，就算饿了也不敢跟干妈讨奶喝，大多时候都是独自一熊躲起来睡觉。好在雅丽干妈心思细腻，母性强，发现小家伙的敏感后就主动示好，并把他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爱。当雅丽给福多多喂奶的时候，她会用手轻轻抚摸宝贝的脑袋，提醒多多不用着急，慢慢吃，实在累了就躺下换个姿势继续喂。可以说正是有了雅丽干妈的暖心呵护，多多才能长得白白胖胖，跟个玩偶似的。长大后，福多多跟雅颂妹妹来到幼年园，而她依旧是一如既往的贴心懂事。雅颂、金宵和轮辉经常拉帮结派挖煤，总是把身上造得黑黢黢的。谭爷爷每次看到都会两眼一抹黑，但懂事的福多多却从不让爷爷操心。而且当谭爷爷来收小家伙们回家时，别的小熊不是要盆盆奶就是要小苹果，唯有福多多什么都不要，第一个跑回家。看到粉丝拍照也会配合的摆好姿势，只能说如此懂事可爱的福多多，绝对值得这世上一切美好。也希望小家伙未来熊生能永远幸福快乐。大熊猫咸咸仔究竟有多妈宝？这天奶妈忙着去给小熊们准备食物，可咸咸仔却像块橡皮糖似的粘着容妈，把好脾气的奶妈馋得都快崩溃了。好了，放开我了，我要干活了去了。哎，你看天天都是这样，看人家都说你是妈宝熊了。就算是把它抱到远处让它啃笋丸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再次闪现到奶妈面前。来了，你咋了还是你？好噻。
哎呀，我咋还活了？只能说粘人程度，蕊蕊本熊看了都摇头。而为了按时打扫完外场，让孩子们出来玩，无奈的容妈只好被迫关这小子小黑屋。咸咸仔死死抱住腿，表示以老实求亲亲。或许是认为奶妈也是自己的妈妈，当容妈来投喂的时候，咸咸仔满眼依赖的靠近对方怀里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张嘴喊妈妈了。有时咸咸仔想爬到高高的树上去玩，期间却还不忘给奶妈一个爱的亲亲。就是说这换谁能不迷糊？都说每个妈宝熊的背后都有个独立自强的兄弟姐妹，妈宝熊于可背后有个二馆长于爱，而咸咸仔背后则有个大佬蕊蕊仔。当柔弱不能自理的咸咸仔被3位饲养员轮流哄时，蕊蕊仔则独自坐着安安静静吃笋。主打的就是一个世间纷扰与熊无关，就算帅奶爸正在自己面前摔竹子，蕊蕊仔也没上前打扰，而是乖乖坐着。而此刻的咸咸仔却还在跟容妈纠缠，奶妈只好给他个捅完，并趁机抱他出来。可没曾想，容妈刚要转身离开，咸咸仔就打包蓝桶追过去了。这一幕给帅奶爸都逗笑了，如此可爱，难怪能成为新晋顶流。而且咸咸仔不光粘人，还喜欢吃醋。当看到奶妈拿给蕊蕊仔胡萝卜后，这小子醋性大发，立马冲上去抢夺。奶妈是我的，奶妈的胡萝卜也是我的。或许现在的熊猫界就是主打一个女熊自主独立，男熊妈妈抱抱吧。不过蕊蕊仔和咸咸仔的友情也是天下第一好。有时咸咸仔会化身外卖员，给树上看风景的姐姐运送笋笋，送到手后就利落的离开。而当咸咸仔挂在树上不肯回家时，蕊蕊仔也会冒雨给弟弟送笋笋吃，生怕对方肚子饿。并且当蕊蕊给咸咸仔做抗摔打训练时，心急如焚的蕊蕊仔在下面急得团团转，还伸出小手试图接住弟弟。而当蕊蕊在被妈妈不小心拱下树时，咸咸仔同样试图伸手把姐姐拉上来。就是说，如此可爱的小熊，真的不能实现人手一只吗？果然谁养的熊猫就像谁。众所周知，木叔奶爸和萌兰是公认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兄弟俩不仅体型相似，还有同款表情包。只不过萌兰眼神里全是清澈的愚蠢。当木叔给萌兰置办新玩具木马，自己却先玩上了，还玩得很开心，和萌兰骑木马的样子一模一样。想必这就是特别的缘分吧。于可于爱兄妹俩虽然才1岁半，但两熊时常跟李奶妈黏糊在一起，因此爱爱不管是动作还是表情，感觉都是跟李奶妈复制粘贴。当爱爱被哥哥抢了盆盆奶时，他气得举着罪证骂骂咧咧，和李奶妈端着盆盆奶催两熊回家的神情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简直像了个试成式。而可爱兄妹的老爹蔓越莓，则和朝夕相处的杨奶爸形同父子，一人一熊前后牵着手走路，一起趴着玩手机说悄悄话。杨奶爸还会让蔓越莓躺在自己身上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爱意。都知道七仔是熊猫界心眼最多的小熊，总是疑神疑鬼，觉得别的小熊要害他。就连奶爸和其他饲养员在门外说悄悄话，七仔都得支起耳朵偷听，眼珠子咕噜噜的。直到看见七仔奶爸那同款眼珠和肤色，才明白谁养的娃就像谁诚不欺我。而花花和谭爷爷日常相处的久了，外貌和行为举止也越发相像了，站着像坐着的时候更像，就连爷孙俩的自拍区别也只在耳朵。一代脱星圆小的奶爸长得熊高马大，走起路来更是平添了一丝霸气，像极了山东版硬汉马东锡。袁小明明是内心温柔的小甜瓜，却在奶爸的照顾下长得越发彪悍。因此当袁小控诉饲养员让他减肥时，凶凶脸加上委屈的表情，竟意外的有些萌。同样有位彪悍奶爸的还有旅乐熊猫如意，这小子去到大鹅后竟直接血脉觉醒，每天不是举杠铃就是徒手搬水桶，甚至勇猛到相亲3天4次一次就中。只能说建议星儿去大鹅进修一番。显眼包灵颜的奶妈打扫卫生时，经常一把子推开玩具，结果被灵颜看到后学了个试成式，而胖颜推车的动作则是跟奶爸学的。不过他改进了一番，屁股扭得更妖娆了，难怪能吸引企业家捐款3000万。萌儿因为小时候没有妈妈教导，各项生活技能都是跟饲养员学的，因为奶爸掰竹子很费劲，龇牙咧嘴的。我们二小子主打不理解但学习，还会举得远远的防止蹦在脸上，并且萌儿还跟黄连学会了叠被子，天气好了还会自己拿到太阳下晾晒。妥妥的熊猫圈模范男熊。都知道北冻窝头是出了名的难吃，而任性天后小白天在吃窝窝头方面，主打一个誓死不从绝不让步，愁眉苦脸的模样和面面奶爸极其相似，果然亲生的就是不一样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像饲养员的大熊猫呢？如果大熊猫闹脾气有段位，天津二姑奶奶喜乐必定是王者。老弟子，这个要唱没错，这是个熊啊，这比他妈多2个难求是吗？走吧，别骂去。起因是冯奶爸的母亲生病需要住院，老冯匆忙请假也没来得及跟喜乐报备。二姑奶奶下班时左等右等都不见奶爸，愣是饿着肚子跟收猫的于大爷犟了2小时，无奈之下只能呼叫冯奶爸回来一趟。老冯火烧火燎的倒了3趟地铁才回到动物园，门都顾不上开就爬进了通道内收猫。我说半个多小时你就搞上了啊，你可了不起，了不起。这
慢点。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奶爸心中的崩溃。喜乐一听这单口相声，立马来精神了，心想没错，就是这个味儿，才终于心满意足的回到熊社去了。不愧是八里台最不好惹的二姑奶奶，喜乐是真没打算让饲养员好过呀。当初他穿着一身貂，顶着高温在外营业，奶爸担心熊孩子中暑着急的不行，一会喊祖宗，一会喊孩子卑微至极。祖宗回去吧，行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回去吧，行吧，太热了，孩子，回去吧，行吧。而喜乐依旧坐在石头上气喘吁吁，奶爸送来的解暑大冰块也被他忽视，直到冯奶爸布了苹果阵引喜乐进去，持续近2小时的收猫大战才宣告结束。不得不说，如果大熊猫闹脾气有段位，那二姑奶奶喜乐必定是王者中的王者。每次到饭点，奶爸只要晚来几步，他就不耐烦地坐门口拿竹子敲门。他小时候可淘了，3、4岁那阵饿了怎么办呢？他会叫你，到点儿了，他看你还没下去，他就坐在门那儿拿一根竹子敲，当当，你怎么敲？你多咱下去，多咱给他吃上了，他不敲。别的小熊被咕咕鸟拔毛都不计较，可喜乐每次都气得嗷嗷狗叫，就算不小心撞到树，也要灌树挡了道。气得喜乐给了苹果树2大二瓜子。原以为这件小插曲就此结果，没曾想喜乐半夜越想越气，他凭什么撞我？第二天早早起床跑去把小树给拔了。他有一天就是倍儿高兴，从里边跑出来，撞到苹果树上了，撞懵了，然后想了一会儿。站起来把那苹果树打了一顿，打完之后呢，就特别不高兴的就回去了。然后回去的时候想了想，不行，打的不够，出来把那苹果树给打了。只能说谁要是惹到我们二姑奶奶，算是踢到5级铁板了，还是带刺的那种。一次喜乐躺在躺椅上悠哉晒太阳，结果他忽略了自己的200斤体重，一不留神摔了个屁股蹲。喜乐毛碎的爬起来观察四周，发现被游客拍下后，顿时怒从心来，直接把躺椅扔沟里自生自灭去了。可就是这只一戳就炸的二姑奶奶，16年就被建福观音寺认养了，成为第一只皈依佛门的大熊猫。这后台恐怕整个熊猫圈都比不上吧。难怪喜乐天天这不吃那不吃，就连奶爸准备的盆奶也坚决不喝。原来不是怕下毒，而是清规戒律。看来我们都错怪二姑奶奶了。阳光和甜甜究竟是什么怨种夫妻？回国后第一件事竟然就是离婚。一大早，阳光就在交流窗前等着办手续，可左等右等都不见甜甜来，气得不停哼哼。过了好久之后，甜甜才慢悠悠地来到窗前，而此时阳光已经等不及，先离开了。甜甜气得骂街，劳资数到3马上出来。听到呼唤的阳光下一秒就来到窗前，结果迎来了甜甜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。看来英国方面果然没说错，阳光甜甜不能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。两熊不仅出差12年都互不来电，甚至连个娃都没生出来一个。当初英国来选熊表示要有生育能力的母熊，毕竟他们隔壁的法德兄弟已经怀抱幼崽，甚至还给仔仔起名圆梦梦圆梦想，这可把怀里空落落的英国给羡慕哭了。而甜甜出差前还有个前夫叫西梦，两熊还生下了龙凤胎博斯和深威，因此甜甜刚把俩孩子奶大就被选中了。不过英方的愿望看似是满足了，但生不生其实还得是甜甜自己说了算。当阳光来相亲摩拳擦掌准备入洞房时，甜甜当即 say no 拒绝了对方的造熊计划。而此后好几年，两熊年年相亲，年年没相中，身体力行的证明他们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。不过甜甜因为自然的身体反应，每年都会假孕，每到这时工作人员就会误以为她怀孕了，不仅敲锣打鼓告诉周边国家这个好消息，甚至重视到连飞机都得更改航线，以免打扰到甜甜孕育幼崽。结果期望回落空，给英国人整一毛。元方不甘心，便采用了人工受精的方式，心想这下总算能抱到软萌可爱的幼崽了吧。没曾想甜甜的肚子愣是半点消息都没有，甚至到最后阳光干脆来了个大的，他的铃铛不幸长了肿瘤被嘎掉了，这下算是彻底断绝了英国人的念想。阳光甜甜这对怨种夫妻也变成了姐妹，没了世俗的欲望，两熊每天吃吃喝喝，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，丝毫看不出是老年熊。即便如此，两熊回国后第一件事仍是扯离婚证，如今只需安稳度过冷静期就好了。虽然两熊现在是邻居还有交流窗，但甜甜每天都懒得跟阳光碰面，而是转头去找隔壁漂亮的小石榴妹妹，很是乐意地跟对方讲述旅居生活。对此阳光表示明明都是姐妹，为何要厚此薄彼呢？不知过了离婚冷静期的阳光甜甜能否彻底拜拜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